本期看点：我为什么从记者转行成为加拿大护士 （Licensed Practical Nurse，LPN）？我怎么转行？当加拿大护士的好处和坏处是什么呢？大家好，如果你是今天第一次看到我的频道，我主要是和大家分享我在加拿大的移民、工作、生活经验，并且到世界旅行的影片。我是在台湾申请技术移民，并且在2008年的3月中旬正式到加拿大报到的。移民的第1个月就是在一般的大型商场 mall 里面做销售员，卖过很多东西，同时也在当地的华侨学校兼职教中文。之后在移民中心的辅导员帮助下，找到当地中文报纸的翻译编辑工作，拿的薪资就是当时的最低时薪，加币的10块钱。之后又应征上当地新开的中文电台，做临时的国语记者，做起我在台湾的老本行新闻记者。但是因为我是临时雇员，没有公司医疗保险和全职工作者的福利，同时工作收入不稳定，所以我开始考虑转行。今天影片的重点就是要来帮助想要来加拿大当护士的朋友，主要说说我怎么申请护士学校。加拿大亚伯达省的护理专业人员分为2大类：职业护士 （Licensed Practical Nurse， 简称 LPN， 和注册护士 （Registered Nurse，简称 RN。 在这2大类护士中，又可以依照个人兴趣再多修学分，成为更专业的护士，比如说注册精神病学护士，简称 RPN， 或者手术房的护士等等。我来加拿大念的专业是职业护士 Licensed Practical Nurse， 简称 LPN。这是2年的文凭课程，因为是医护专业，在开课以前，我又在移民中心的辅导下，申请就读了2个月的医疗专业英文课程。在卡加利市，主要的2所培育职业护士 LPN 的学校是公立的 Bow Valley 学院，另一所学校为私立的 Columbia 学院。因为公立学校由政府补助经费，相对于私立学校来说，学费和其他费用便宜很多。公立学校的护士课程分为全职和兼职2种，我是念了全职课程，一共有5个学期。目前这个学校的学费也分为2种，一种是针对有加拿大永久居留权或公民权的学生收费，今年的公告学费大约是加币的12000元。至于国际学生来说，则高出很多，大约是加币27000元。而这些学费还不包括其他杂费和学生保险等。因此，如果你想要了解确实的学费金额，请参考影片下方的学校网址，自行上网到学校课程查询学费。至于另外一所私立的护士学校 Columbia 学院的护士课程，则分为3个学期，如果不含杂费和其他费用的学费，对于本地学生来说，大约需要3万加币，而国际学生则要花费将近55000加币。针对非英语为母语的学生们，学校要求学生要提出国际英语认证。今年卡加利护士专业的英语入学要求是要学生达到雅思 IELTS 至少6分以上的水准，而加拿大当地的英文测验 Canadian Language Benchmarks 听说读写这4项英文能力的成绩也必须要达到8分才可以入学。至于在当地高中毕业的学生们，英语水平要求至少要达到学术英文成绩 B-B-，
同时，想要申请护士课程，也必须有高中或者是同等学历证书。在生物学科方面，也要达到基本要求。大家可以到影片下方的2个学校网站链接，查看相关的详细资讯。我个人认为，加拿大的护士这一行是饿不死，但也吃不饱的工作。怎么说呢？因为护士的工作，除了已经成为管理阶层的护士以外，大多数的护士都是领时薪的工资，也就是工作几个小时就领几个小时的钱，没有额外的年终奖金或者是津贴。而且每个阶层的专业护士的薪水都是透明的，各位观众在网络上都可以查得到。虽然在加拿大的每个省份的护士起薪略有不同，但都不会差到哪里去。职业护士 LPN 时薪的起薪大约在27块加币，最高可以达到35块加币。至于注册护士 RN， 一般为4年学士学位，每小时的起薪大约在36块加币，最高可以到48块加币。大家听到这个薪资水平，可能觉得哇，当护士的收入真好。其实如果你够耐操的话，这样的起薪还是比一般文学或者是商学院毕业的学生好很多。但是全世界的护士都是一样的，这个工作是劳心又劳力的。现在我就来谈谈护士的班表和例行的工作事项。加拿大的护士工作一般分为8小时或12小时当班制，其中8小时的班表是分为早班、小夜班和大夜班3班制。以亚伯达省为例，早班是从上午7点到下午3点15分，小夜班是从下午3点到晚上11点15分。大夜班则是从晚间的11点到隔天的上午7点15分，而12小时当班制则是从早上的7点钟一直到晚上的7点。大夜班是从晚上的7点到隔天早晨7点钟。至于工作内容，则依照护士工作的单位而有所不同。但大多数的工作内容包括有工作报告、观察并诊断病人，然后回报医生有关病人的情况，写医嘱、给药，协调各专业人员，例如药师、复健师等来共同照顾病人，拟定医疗计划并执行医疗计划。现在就来谈谈我认为的当护士好处和坏处吧。先给大家来点甜头，当护士最及时的回馈就是稳定的薪水了。在今年的新冠疫情期间，护士是最繁忙的，也就是最不怕失业的行业。虽然是大家公认最危险的工作，如果你精力旺盛，你可以包办早班、小夜班和大夜班，因为护士是个24小时制度的行业。如果你有工作经验的话，工作单位随时都在缺护士上班。同时，在国定假日上班的话，又可以拿到1.5到2倍的薪水。目前因为新冠疫情，政府规定护士们只能在一个单位上班，但是在疫情爆发以前，护士可以在许多医疗单位兼职，拿到2-3份工资。当然，这是拿健康在换金钱，不是很推崇大家这么做的。当护士的另一个好处是具备医护常识，这是我自己觉得最有用处的。因为是移民的关系，医护相关的英文用语，我都是在念书的时候才慢慢学起来的，加上有很多资深的护士前辈教导，自己才渐渐知道一些自我治疗的知识和技巧。对于单身在加拿大的我来说，这是最大的利基点。同时，
因为从事护理工作，对于加拿大的医疗系统会比一般的移民多一些了解，生病时也知道如何去求助。当护士的第3个好处是，很容易申请银行贷款，因为在加拿大，护士这一行的专业性是受到普罗大众所认可的。一般银行行员听到你是护士，多半都会批准你的贷款申请，除非你有不良的信用记录，否则如果你是全职的护士，要买房、买车或者申请小额信贷，通常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当然，当护士也有坏处，应该说辛苦的地方更多。我大略提出3点供大家参考。第一个坏处就是要轮班，如果长期轮班工作下来，不但损害个人的身体健康，也对一些有家庭的人带来困扰。第二个，当护士的坏处就是没什么家庭和社交生活。怎么说呢？比方说，大部分的人都是朝9晚5的工作，到了周末就可以上教会或者和朋友、家人聚会。但是对于护士们来说，大部分的人都要在周末值班。如果有小孩的护士，多半要牺牲和小孩子的相处时间。同时，对于护士的伴侣来说，也是一大挑战。最后，我认为当护士的坏处也是最大的苦处是，这个工作真是吃力不讨好。大部分的病人都没有家人在身边照顾，即使住在长照中心，也很少有家人来探视。这些病人的家属有时很久才来看病人一次，就对护士挑3拣4的。有些不相信护理人员的家属，即使不住在卡加利市，也要求在病人房间设置录影机，远程监控护理人员。这对于护士来说是感到很痛心，却又很无可奈何的事。护士的辛苦劳动不但没有受到感激也就算了，还被家属质疑，这真不是件容易的差事。劳心又劳力的护士工作，大家还会认为这样的薪资是合理的吗？欢迎大家在影片下方留言，分享你的看法。在加拿大新冠疫情仍然扩大的情况下，我真的觉得护士们很伟大，仍然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抗疫。虽然为了在加拿大生存下来，我才选择当护士这条路，但是也因为当了护士，才改变了我的后半生。如果你也想来加拿大当护士，也欢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，希望我能给你一点帮助。正如同在过去10多年来，那些对我帮助的人们一样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是粉红天平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打开小铃铛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请帮我按个赞吧。祝您健康愉快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